这小姑娘她陷害我。都证据确凿了，还有什么好陷害的？这个项部长，自从进了公司，他一直都是无法无天。之前您记得吗？在东河跟您抢电梯的就是他。这次啊，我是吗？是的。坐下。站着。哎，那个什么，给我一杯饮料，那个饮料得了。哦，不行。这董事长要喝。清早血糖测过了吗你？我和前面那个饮料就比较酸，糖少又便宜。你奶奶走了之后，我就没喝过。大平啊，项部长，原来董事长是你的那个。我也没办法呀，我也斗不过这丫头啊，谁让我们是祖孙呢？哎呀，原来项部长跟他们董事长那是这么熟的关系。我就说嘛，第一次见项部长，我就觉得像谁？像咱们董事长，太像了。你刚才还说他要陷害李总，不像话。是啊，太不像话了。行了，今天这个会议算开得很丰富的啊，很有收获了，就开到这儿吧。但是，所有开会的内容，大家啊，把自个儿的嘴看严一点。好了，哎，董事长，您这次来怎么不打个招呼啊？哎，我得派车去接您呢。李总，看着心情不太好啊。别紧张呀，东河这么大，又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，放松点。谁给你的账本？李迟是吧？都这会儿了，知道了有什么用吗？反正出了事儿呢，杨总撑着呢。但这种节骨眼啊，你说杨总是会跟您趟这趟浑水呢，还是跟您撇清关系呢？我爷爷这人是有点暴脾气，回头他要真做什么事儿啊，我也不好说。要不您扶着我点儿，不然回头我磕了碰了，他都该算您头上了。你从一开始就计划这一天是吧？借刀杀人嘛，不是您教我的吗？我只是将计就计而已。谢谢了。没想到他是这样的人。按你说他在维林兴风作浪这么久，可算是得到报应了。干得漂亮，简直大快人心。唉，看样子我没有站错队呀。一直瞒着你，不许生气啊！我怎么敢生气呢，大小姐？我这下辈子还得靠你呢。倒是技术部的其他人，你打算告诉他们吗？看来圆圆在维林公司成长了不少。要不是他这次安排您在会议室外全程听总结会，还真不知道杨平山能护短护到这种程度呢。他这是班门弄斧，不知道天高地厚。哎，这孩子从小被我们惯坏了，还以为谁都可以惹呢。您是怕杨平山针对他吧？反正加冕这孩子我也不敢指望了。从小跟着陆怀征，他就是他的跟屁虫，没主见。
陆海征不肯接他家里的生意，哎，他也不接，你说这算什么呀？但圆圆不一样，她从小做什么事儿心里有主意的很。当初为了不想要相亲，他宁可跑到维林公司来上班。而现在为了打压黎庆，居然跟杨平山叫板，他不管一切后果的。将来他终究是公司接手人呢，他就不怕杨平山那一派人跟他对着干？但说实话，圆圆确实走了你一直想走的这一步，不是吗？您跟杨总这么多年，终究得分个胜负。对圆圆的要求啊，你也别太苛刻了。她今天表现确实不错。我大概真的是老了，哎，我一直都以为我就是圆圆的最大的靠山，但今天圆圆让我明白，原来人的靠山是自己，这不废话吗？我怎么会忘了你？真是爷爷当的。哎呦，您一点都不老，但是我觉得圆圆最近越来越细心，越来越懂事了啊。您今天晚上住的酒店都是他给您订的，还挺不错的。不对哦，他现在越来越抠了，他为什么给我找这么好的酒店呢？他不就是想孝敬孝敬您吗？不，无事献殷勤，必有蹊跷。你最晚几点要走啊？我最晚9点得走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去看看是谁。我爷爷在门口。圆圆，开门啊！那我是先扣起来，还是在里边？不是见面的最佳时机，你要先躲一下。你让我躲？哎，解释起来太复杂了，委屈一下吗？我走。躲哪儿啊？快！快进去，快点儿！别动！没想到你藏人倒是熟门熟路、驾轻就熟的。过奖了。圆圆，快开门！你怎么让爷爷在门口待那么久啊？上了个厕所。妈，哎，你自个儿做的点心啊，还做2份儿？就是在网上学的教程，想试一下2种不同的口味。你坐那儿吃完1份，再坐到这儿来吃第2份，不行吗？那蛮好。饮料也准备2瓶嘛？你是？像我们这种精致的女孩，就需要搭配不同的口味，毕竟又不会胖。哦，好，啊，我爷爷尝尝啊。好吃，跟你奶奶做的有的一拼。那你多吃点。真的，妈妈，哎，宝贝，怎么这么晚了还不睡啊？小星说了，要等你回来，她再睡。快去睡吧。妈妈晚安。晚安。今天喝了不少吧？
不是我说你啊，你连向源跟董事长什么关系都没搞清楚，你就闹这么一出。你还说我，你不也没有搞清楚吗？行了行了，这个老东西来维林公司，从头到尾都没有给我透露，说白了，就是故意在会上打我的脸。你别担心，维林现在是日暮西山了，总部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，你不用担心。还是你跟小轩一起先出国吧。你知道我舍不得你们，可是没有办法。等风头过了，你们再回来，啊。哎，圆圆，这点心做的真好，我第一次吃这种点心了，有多年了。当时你奶奶一看我爱吃，马上就学。你这儿怎么会有一个男人的外套啊？这是女款，现在流行 oversize。哦，我怎么不知道 oversize 就是故意买大一点的呢？你穿一下，我看 O 不 over。颜色是不是特衬我肤色？我看有5、6斤重啊，太 over 了。换好吧。圆圆啊，让你到这里来对了，要不是你的话，爷爷没办法知道维林所发生的事情。怎么办？轩19点要走，爷爷什么时候才能说完啊？行了，公司的事就聊到这儿吧，改天再聊。你要走啦？你干嘛那么激动啊？舍不得您嘛。我就知道我孙女想我呢。那好，那我今天我就住咱们家了，我就不回酒店住。我只剩那一个屋了，平时没人住，我都拿来堆杂物，里面又脏又乱。让小白整理整理就可以了。我酒店钱都付啦。小白去住去。您没带行李？我行李在。去看看。哎，圆圆，有拖鞋吗？哎呀，刚才呀敲错门了，一开门我一看是一大姐，我说不对呀，走错了怎么？孩子，您的行李都从酒店拿回来了。把行李放到那客房去。哎，我去。小白去，圆圆过来跟爷爷聊天。去陪爷爷聊天。真够乱的。你在闻什么？特别香的茶。圆圆，你还记不记得为什么让你到维林来？你老让我结婚，我又不想结。你现在还这么想吗？
你上一次说你希望找一个阳光开朗、幽默嘴甜的男孩，我帮你物色到一个，还真是啊！你看了一定符合你的标准，你要看一看。你怎么又聊到这儿了？怎么了？老爷子，怎么把行李又拿出来了？那个圆圆这客房太乱了，都没收拾，这没法住啊。要不我们还是住酒店去吧？哦，那没办法了，太乱，我们先回酒店吧。爷爷，我送你，我太舍不得你了。你怎么一听说我要走，你那么激动？都奇怪了，真是。我今天晚上连夜给他收拾出来，明天接您回家住哦。知道啊，好好休息。还笑？走了。哦，好啦，你快去机场吧，都几点了？现在是我们幸福的起点。我没关系傻吧？你不是喜欢阳光开朗、幽默嘴甜的吗？我那是骗我爷爷的，他们总是让我相亲嘛，每次给我找相亲对象，那我就跟他们说喜欢相反类型的了。所以，上一个找的是我吗？什么意思啊？冷酷阴郁，沉默稳重。怎么了？土味情话真的不适合你。那什么时候啊？回去吧。拜拜。走吧，送你去机场。松饼很好吃，这手艺在哪儿学的？你喜欢就好。圆圆这孩子啊，从小是我跟他奶奶一块儿带大的。这丫头要是打什么鬼主意的话，我们一眼就看出来了。你们俩现在是在谈恋爱吗？抱歉，没跟你打招呼。不必抱歉，也不必打招呼，反正不会有什么结果。你之前过的是什么日子？我知道，你家里头还有一个弟弟嘛。你今天这条件就算还可以了，但是你们俩的这个成长的背景、环境太不一样，所以相处久了不容易走下去。董事长，你不要打断我，你听我说。
他妈妈以前跟你一样也是做科研的，一旦忙起来的话，就没日没夜，家里就顾不着了，慢慢的就感情就淡了。我相信你也看得出来，圆圆她身上有一股子劲儿，是吧？她就算是受到任何委屈，她不跟人说的，她连她爷爷都不说。所以就算我知道你对她也不会太差，但是你们俩不合适。董事长，我觉得您可能对于现在这个时代以及对我有所误解。我可能不了解你，但是我不会误解你。前一阵子你在公司辞职了，好了，这翱翔的订单就飞了。哎，可是就巧嘞，当你到那家新任的公司之后，订单也跟你一块儿过去了。你说你在这中间是清清白白的，没有猫腻，我是不会信的。而且我今天不是来劝你们分手的啊。我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可以一上车就让赖秘书开一张支票给你，然后一句话我都不会想说了。我真的想要跟你商量一下的是，万一有一天圆圆要跟你提出分手了，请你不要纠缠她。上次来这儿的时候，丢人！这次我必须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千杯不醉。徐总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林狗瑞呢？刚跟叶思信一块儿走了。哎，看今晚这架势，狗瑞肯定有戏。喝你的。来。说好千杯不醉。哎，林狗瑞，翱翔飞行的事，你赶快去给我解释清楚，不然你这辈子陪我打工。哎，什么意思啊？这件事情怎么都看不出来啊？我只知道他从上面下来，那你说谁知道他这种关系啊？来。哎呦，董事长，好，走。哎，向元呢？哦，去卫生间了。哎呦，好，快！来，杯子，来，好家伙，来，另外一个杯子啊，你都倒完，把那个搁回去。哎，好嘞。1两，2两，3两，得嘞，嘿，快，放好，没事。哎呀，项目长来了，请坐。哎，你这什么？嗨，给点。好孙女儿。再半两，哎，行，可以了。啊，董事长啊，怎么还有一位啊？有个我的好朋友啊，朋友啊，我请他来的梁教授，你认识他的？这几天他也在西安。哦。哎，老梁，好久不见了，来，梁教授好，你。好久不见，来，请坐。
怎么过来的？坐公交车，难道走过来的？这坐公交车好，坐公交车好。我现在坐公交车都免费了。 65以上才免费，我离那儿啊还差得远呢。哎呀，这个梁教授呢，今天愿意过来，实属我们东河的荣幸啊。对，那个既然来维林了，那就喝点酒吧。对，单位不让喝。哦，那再吃点热菜啊。哎，对，多吃点素菜，哎，可以降血脂。你也多吃点核桃，补脑。 好，梁教授，这样，您喝茶，我敬您一杯。你别待会儿那个什么，梁教授，不，先介绍长辈，向元，那个是梁琴，梁教授是你妈妈当年的好朋友，这是我孙女向元，顾丽的女儿啊，跟你妈妈当年关系都非常好的朋友，关系没那么好。你儿媳妇经常说别人的论文像女人的裹脚布又臭又长，我的论文呢就像秃子头上的假发，装的。哎呦，不会，开玩笑的。今天你请我来，是不是为了世界导航大会名额的事情啊？今天不谈工作，好不好？今天咱们先喝个高兴再说。哎，对，已经有人选了。哦，哎呦，谁呀？你们维林技术部的组长许愿石，我的学生。许愿石啊，这个人这几年在公司的表现一般啊。梁教授，您是不是可以再考虑一下人选啊？接着说。啊，他这个人啊，上大学的时候表现什么样啊，我是不清楚的。只不过这几年啊，在公司的表现确实一般。他负责研发的那个新产品啊，这个反应也是一般，而且经常这个遭到投诉。关键是啊，脾气还特别大。前段时间被我们公司给开了。李总，哎，真是意气昏昏使人昭昭啊！啊？就说您别癞蛤蟆背小手，装小地方领导，自己都没指导明白呢，指导人家什么呀？没说癞蛤蟆呀。人家文化人呀，能跟您似的？这，梁教授，这技术方面的事儿啊，我也不大懂。可是这个许愿石这几年在公司的表现呀，所有的领导都看在眼里了。就说维林在市场的占有率吧，就因为它的新产品开发的原因，这逐年递减啊。董事长，我们也没办法。尔曹身与名俱灭，不废江河万古流。就是说拉不出屎，别怪地球没有吸引力。有文化。哎，许愿石是我培养多年的学生，在技术上，你们真挑不出他什么毛病。看这阵仗，是给许愿石出气来了吧？井蛙不可语海，夏虫不可语冰。今天要不是司徒老爷子请我来，我绝对不会跟你们谈这些没有用的东西。许愿石被你们浪费了这么多年，我实属心痛。你们以后会明白，你们到底错过了什么。我先走，老爷子，你慢用。梁教授，刚才我说话的目的，你应该都清楚了吧？如果你还想说服我就是想谢谢您，谢谢您做了一件一直以来我都想做却无能为力的事情。谢谢您这么相信他。你和他什么关系啊？
知道了，这小子到哪儿都很招女孩子喜欢。那麻烦您以后多照顾他。好。爷爷，你们就先回上海，反正过2天我就回去了。哦，圆圆，这个徐彦石，他真的是梁教授的学生啊？对呀，现在知道你以前多亏待人家了吧？哎呦，对，有一件事要跟你商量一下。现在呢，你在维林的目标已经完成了，年后就不需要再回到维林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公司管理层决议，今年年底之前要关停维林公司。为什么？虽然说维林今年的业绩还算是不错，但是在汽车定位的发展空间有限，趋势不好，再发展下去的话很难。不行，维林不能关。为什么不能关啊？我承认，维林之前多多少少有些问题，但是最近我发现了维林在货车导航方面是大有可为的。我有一个新思路，我回去得先好好构思构思。那你就先写一个可行性报告给我。好啊，回去就写。你看吧，一向都如此，爷爷就说不过你，小心点儿。哪有啊？